大疆真的是一家挺特别的公司，出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，他们都很创新，也都很棒。但是我没有想过，大疆有一天居然会进军一个在国内非常小众的市场，这个 e-bike 电助力自行车市场。但是他们真的就推出了这么一个产品，叫做 Ampflo PL。那事实上 ，Ampflo 这个品牌其实它并不是大疆的子品牌，它更多像是大疆孵化的一家公司。所以未来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我想先说价格，这个是 Ampflo 入门款的车型，在国内的售价是不到4万块钱，大概3万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作为一个自行车小白的话，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点刷新我的认知。为什么一辆自行车会这么贵？但是既然是有大疆赋能的东西，应该有点意思。于是我前段时间借来骑了一段时间，也拉上了我们公司懂车的同事一起来体验了一下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比较综合的和你讲一讲，这个卖将近4万块钱、有着大疆赋能的自行车到底有什么高明之处。首先 Ampflo 这台车它是一台电助力山地车，它不是一台电瓶车，所以你上来扭这个把手它是不会动的。顾名思义，电助力就是当你在踩动踏板的时候，车内的电机才会辅助一部分的动力，让你在骑行的过程之中变得更加省力，又能够健身，又能够赶路，这非常好。那它到底适合什么群体呢？那我先说结论。它听起来是一个助力的车，但它其实是适合一个已经入门并且有相当基础，想要挑战更难道路的山地车玩家的。这相当于是大疆无人机里面的雾系列，或者这种专业的无人机系列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冲山的山地车玩家，那这台车我确定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富哥，他说我就是想体验一下一个3万多块钱的自行车，那可以吗？那答案是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你甚至会帮助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，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刚拿到车的时候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辆车大到离谱，比正常车子要大很多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对比，非常非常离谱。那如果你想开车把它带到山地去越野，你会发现有点难受，就是轿车你不用想了，这个车太大了，真的放不进去。SUV 的话，你不拆轮子也是放不下的，只有那种大型的我们公司器材车才能够勉强塞得进去。那在重量上，虽然这个车有22公斤，相当于2到3台普通公路车的重量，但是当你踩下踏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一下子就能够起步，骑起来超级轻松，就完全不像一辆40多斤重的车子。这个电助力和没有助力就是2个感觉。那电助力这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我觉得值得讲一下，就这个。就是逻辑上只有这个部分才是大疆真正意义上给它赋能最多的点，这个叫做 Avinox 大疆开发的助力单元，最大扭矩105牛米，输出功率最高能到1000瓦。那这2个数据虽然我们不是职业评车，但是我也问了很多的朋友，都是玩车的，他们说已经很夸张了。像是拿了3次环法冠军的车手波加查，他在冲刺的时候峰值功率达到了1000多瓦，这就相当于一出场就给你配了一双这个职业车手粗壮的大腿，而且始终是满载的状态。但是它的重量只有2.52千克。那在这个重量和体积之下，能有这样的动力数据，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大疆别的一些产品会更令人震撼一点。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是骑起来确实很爽。外观设计上，我不知道这台车符不符合你对一台山地这种专业车子的想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在外观上，我觉得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块中控屏，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评测一台自行车上的屏幕但确实这块2英寸800尼特的屏幕显示的还挺清晰的，在户外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，也不会有反光或者看不清楚的问题。而且它居然是一个触屏，就算你戴着一个很厚的山地车手套，也仍然可以操作，这都挺不错的。那这时候你肯定要问，我总不可能边骑车边看屏幕吧？这太危险了。大疆说，这我们想到了，你可以用这对这个无线直播来切换不同的功能，都给你配上了。但是当我按下去这个按钮的瞬间，我真的觉得我 DNA 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和大疆 Action 上面的这个录制按键的手感，不能说有点相似，就是一模一样的复制粘贴。这么小的细节，我还挺确信大疆应该整合了一下供应链的。非常离谱。那和大疆的无人机一样，这台车也可以在 App 上面和手机进行配对，从而自定义很多的参数，比如说可以自定义不同模式下的助力大小，各种模式都可以切换，有5种。你可以选在中控屏上显示你要的参数、速度、里程、坡度，还有这专业的踏频、功率、卡路里都有。你也可以给你的车取一个名字，这都很正常。
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？这个车有一个防盗功能，我觉得还挺搞笑的，可以给你分享一下，就是它可以允许你给车子设置一个开机密码，这个很优雅，对吧？有一种私人专属的感觉。正常你可以输密码进入，也可以蓝牙连接，直接看到你车子的位置信息来控制它开机还有关机。但是蓝牙距离是有限的，对吧？超过30米你就可能断连，车子就不受你控制了。那大疆说，你想要长时间控制，对吧？我们想到了，我们中控屏里面可以插上一块 SIM 卡，用4G 网络连接，这样即使你在办公室上班，有陌生人想骑走这辆车的话，你手机上也会有个消息的提醒，让你可以看到车辆的实时定位，并且让车子发出这种蜂鸣的声音。但是你注意到细节了吗？这些都是提醒，发出声音，震撼、震慑。它没有锁，这个锁你得自己买。只要老哥能戴个耳塞或者开个降噪的话，它真的可以把你的车子直接给骑走，所以做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盗。我在想，如果加一个锁定踏板的这个转动装置，或者是一个电机反向发力，让这个老哥越骑越累，这都是一个好的主意，对吧？但是目前没有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想你也应该发现了，即使是电助力车有这么多功能，它不是一台用来通勤、让你用来买菜的车子。虽然你确实可以想办法装个菜兜装在上面，但是这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过，如果你付了这笔钱，你来到了山上，面对着山坡往下，踩下踏板，这毋庸置疑，那就是它的舒适区。自行车的避震我以前是没有什么感知的，但这辆车我冲过山以后，我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就相比于公路车，这个车能走非铺装路面，甚至从很高的地方一跃而下。对我来说，我自己也能跳。我们在碎石路面测试了一下，同样是山地车，都装上一个 Action 4，把防抖开到最低，你可以看到它们震感的对比还是挺明显的。所以也许你可以像这样把它打造成一辆山地拍摄车，应该还是挺有用的。那你说这辆车会不会和大疆别的产品有联动？我们也仔细研究了，我们发现最核心的联动，说真的，只有这边这个 USB-C 口能给你的手机来进行供电，也可以给 Action 或者 Pocket 来供电，但是两者的菜单不能兼容，不能够交互，这就是最大程度联动，就是充个电。说实话，我是觉得有点失望的，这不就是一块巨型的移动充电宝吗？对吧？我本来以为这个车子如果能和无人机连接，让无人机，比如像这个大疆 Neo 能够一键跟踪什么的，有个什么特殊的功能，这样的话应该会很帅，但是目前就是没有。我挺希望大疆来做这个功能的，这样能和别家的竞品产生一些差异化。其实讲到这里，我得强调一下，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骑行的体验，各种东西，不是说别家的自行车做不到，它确实山地自行车也许有很多都可以做到，但是大疆把一体化做的比较好，菜单交互也比较好。比如说这个各个模式切换，大疆这边你会有个按钮，往上一拨就可以激活这个 Boost 的键，你就可以一脚下去，有30秒的狂暴模式。这种感觉你上山超级快，就是完全不用用力就能把你给顶上去，这个体验非常带劲。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，这个30秒结束之后，如果你再按一次，它居然是没有闲者时间的，能够再次激活，你能够一直这样噔快速爬山，理论上是可以一直开一直爽的。但是大疆可能说，这种好事我怎么可能给你呢？所以一旦检测到电机过热，那你就只能再等一等。但是实际测试我只能说，这玩意超级难让它过热。我们在夏天疯狂的骑它，几乎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。那续航应该也是你挺关心的一点，对吧？我们综合测下来还是挺强的。比如这个 Eco 模式，你切到这个模式，你虽然会损失一部分动力，但是它这个车的续航可以有120公里，什么概念？就是我从我们公司骑到萧山机场，再回来，从杭州的余杭去到萧山，它还是有电的。就不知道是不是被大疆的无人机的续航折磨多了，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挺超出我的预期的。那整体骑下来，我觉得这辆车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冲山超级刺激，就是你的肾上腺会飙到满，整个冲山的过程非常带劲。这个车子轮子很大，也非常平稳，哪怕是我这样的新手也能够充足的感受到乐趣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辆车它就是一个兴趣型，像是一辆赛车一样的东西，能让你感受到很多乐趣。但是因为它太强太猛，我的建议就是一定得戴好头盔还有护具，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。所以到头来这辆车子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，4万块钱不到的价格，它贵吗？对普通人来说是贵的，但在山地车里面吧，它性价比其实还算不错。但它给了你什么？它给了你至少是我个人没有过的骑车体验，别的自行车上没有的智能控制体验。但这些东西你会愿意付费来买它吗？
我好奇的一点就是，如果说这是一个大疆立标杆的产品，那多少钱是这个安福路自行车你会愿意去买的，并且愿意去骑的？我很好奇，你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们。也许我们将来会见到一个廉价版的这个车子，对吧？也有可能。目前这一代真的就像是苹果的 Vision Pro 一样，能给你一些震撼，但是看到价格你会觉得，也许可以再等一等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也请记得给我们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可以发给你别的热爱自行车的朋友们看一看，他应该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，他应该会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